家人们，大家千万要避雷，这集市上的樱桃根本不能吃。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还好意思问？你们的樱桃不仅个头小的离谱，甚至还长满了黑虫子，你们这就是在坑骗我们外地消费者。你这个人也太坏了吧！老娘盯了你半天了，从刚才你就在那贼眉鼠眼的转悠，刚才趁我们不注意，自己从兜里抠出几只死虫子往樱桃里塞，怎么着？这年头连虫子都成网红道具了是吧？你还要不要脸啊？今年连下了半个月的雨，我们青柳村的樱桃减产的紧，大家伙连个好觉都没睡过，就指望着这点樱桃换救命钱。你倒好，带个助理在这到处造谣生事，你是想砸了全村人的饭碗啊？女娃娃，做人要凭良心，你往果子里塞虫子，这是往我们果农的心窝子里捅刀啊！家人们，你们看，穷山恶水出刁民啊！我不就是说了句实话吗？他们卖毒樱桃坑人，现在被我揭穿了，居然还要动手打人！家人们，快帮我录屏报警啊！这种黑心商贩必须严惩，支持悄悄曝光。我的天，真吃出问题了，快报警啊，家人们！嘿嘿嘿嘿，哎呦，我的肚子好痛，救命啊！有毒！这樱桃有毒，农药超标了，我要死了，我的肠子烂了！哎呀妈呀，真吃死人了！快报警吧，这樱桃真有毒啊！反杀，从现在开始。家人们快看，这青柳村的不仅樱桃有毒，人更是冷漠无情。我助理都疼得要断气了，他们竟然还在这儿看笑话。你别血口喷人，老娘这樱桃刚从树上摘下来没2个小时，我自己刚才还吃了好几颗，怎么我就没事儿？你还敢咒他死？这叫农药急性中毒，今天要是出了事儿，你们全村都要偿命！哎呦，疼死我了！疼是吧？疼，肠子像被绞一样。既然疼成这样，那确实耽误不得。喂，这里是120急救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好，我这里是青柳村集市，现场有一位成年男性声称食用了剧毒农药超标的樱桃，目前出现剧烈腹痛、抽搐和口吐白沫症状，疑似急性有机磷中毒，情况极其危急，请立即派最近的救护车过来。好的，我们已经记录地址，救护车马上出发。听到了吗？救护车5分钟内就到。有机磷中毒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保住你的命，医生一上车就会给你插胃管。你知道什么叫洗胃吗？就是用一根大拇指粗的管子从你的鼻孔里硬生生插进去，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比中毒可刺激多了。凌晨，你少在那儿装受害者！家人们，你们看他多恶毒，人都快死了，他居然还在这儿描述这些恶心的细节。恶毒？我这是救他的命。哼，不仅要洗胃，到了医院还得做毒理化验。我刚才已经报警了，警察会同步封锁现场的樱桃。既然你们说是樱桃有毒，那好，如果化验结果出来，只要有一丁点农药残留超标，我林晨不仅要赔得倾家荡产，还要去坐牢。但如果化验结果显示你胃里根本没有毒素，那你这就是敲诈勒索。你作为从犯，最起码得进去蹲个3、5年，而且吴娇娇绝对会让你这个助理背全锅。你下半辈子就准备在监狱里啃馒头吧。我奇了怪了，不疼了吗？发生医学奇迹了吗？我可能是刚才岔气了，对，是胃抽筋，现在好了。那啥，我不看了，我身体好得很，不用救护车。哈哈哈，这胖子不去参加100米赛跑屈才了。主播，你是请的群演没给够钱吧？太不专业了。吴娇娇，你不是说全村都要偿命吗？来呀，老娘命在这儿呢，你来拿呀！带着个假货在这儿演戏，你这心肝比煤球还黑。吴小姐，救护车快到了。既然中毒是假的，那我们来谈谈你刚才造谣诽谤的行为
该怎么走法律程序了。不能就这么算了。如果今天在这个破村子里翻了车，我苦心经营的正义人设将彻底崩塌。那些签好的带货合同，等着被我割韭菜的粉丝，全都会化为泡影。法律程序，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就算我助理是吃错了东西，未抽筋，但你们这破摊子上的樱桃本身就有大问题。家人们，你们看清楚了，这些泥腿子在这路边随便摆个摊儿就敢卖吃的东西。我想请问了，你们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呢？营业执照呢？你们的健康证又在哪儿？啥证？你在说啥呢？这都是俺们自家地里种的樱桃，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卖的，俺们也不开店，要啥子执照吗？没有是吧？拿不出来是吧？家人们都听见了吧？他们自己承认了，什么证都没有，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是违法经营。这种连基本卫生保障都没有的黑心水果，他们也敢拿出来卖。今天我不但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要求退一赔三，我还要立刻给市场监管局打电话，把你们这个黑市彻底查封，没收你们所有的毒樱桃。这网红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没证确实不能乱卖吧？是啊，吃出毛病来谁负责啊？算了吧，咱们别买了。乡亲们啊，这不是毒樱桃啊，俺们这樱桃自己种的，干净的很啊。你笑什么？我笑你作为一个拥有300万粉丝的所谓打假博主，不仅良心坏透了，连最基础的常识都匮乏的令人发指。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不服气？那我就给你免费普个法。根据法规，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我们青柳村果农自己种的樱桃，刚刚从树上摘下来，没有经过任何深度加工，这在法律上叫做初级食用农产品，不仅不需要什么食品经营许可证，更不需要工商营业执照。农民把自家种的农产品拉到集市上交易是官方赋予的权利，怎么到了你这个文盲网红嘴里就成了无证经营了呢？你以为你背2句法律条款就能忽悠人？那质量呢？你们这樱桃就是不合格。忽悠？你可以现在就打市场监管局的电话，看看他们是来抓我们，还是来抓你这个扰乱市场秩序、敲诈勒索的法迷。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消费者，其实你根本不在乎食品安不安全，而是想要树立所谓正义省者形象来割粉丝韭菜。吴娇娇，你就是互联网上最恶毒、最无耻的吸血鬼。说得好，小伙子好样的！没文化就别出来装大尾巴狼。网红怎么了？网红就能欺负老实人啊？农民种点东西多不容易啊！这女的居然拿这种事做文章，太恶毒了，必须取关举报！你们少在这儿人多欺负人少，就算什么初级农产品免证，那质量呢？官方的规定可没允许你们卖烂次品。家人们，你们别听他带节奏。你们看看这筐里的樱桃，个头有大有小，颜色深浅不一，一看就是没经过质检的次品。你放屁！俺们这樱桃颜色深是因为熟透了，你长了张嘴就只会喷粪是不是？你看谁家树上结出来的樱桃是一样大的？刘大妈，犯不着跟他动粗，免得他在直播间里又演苦肉计。吴娇娇，既然你刚才的中毒戏码和法网普及都翻了车，现在又开始拿最基础的农产品外观说法了，对吧？怎么着？难道我说错了吗？你们这樱桃难道不是有大有小？敢不敢让人尝尝有多酸？行，咱们讲究个证据确凿，我今天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你少拿这些古怪的东西吓唬人。这是专业水果采购商用来测定果实含糖量的折射仪，冰冷的数据比你那抹了毒的嘴更具公信力。那边的老板，看打扮，你应该是外地来咱这儿货的客商吧？对，我是南方果贸的采购经理，本想来收几吨樱桃，结果碰上你们这档子事儿，正犹豫要不要进村呢。那正好，劳烦老板当个裁判，请您亲自从赵大爷和刘大妈的筐里随便挑几颗您认为最差最小的樱桃出来。就这2颗吧，这颗小的品相最差，这颗轻的估计没熟透，按理说应该是最酸的。好。这不可能！你这仪器肯定是假的，做了手脚，怎么可能随便挑的破樱桃糖度这么高？假的。
老子干了20年国贸，自己随身就带着折射仪。小伙子，用我的测。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官方农业标准的优质樱桃糖度达到14%，就是特级果。而我们青柳村的樱桃，即便是品相最差的残次樱桃，糖度也全部在16%以上，核心甜度直逼20%。你这个连糖度计都没见过的文盲网红，有什么资格去恶意抹黑我们这些在天灾中积极自救的果农呢？骂得好！这帮网红天天就知道坑蒙拐骗网友们，今天算是踢到铁板了。哼，你这女娃心眼太坏了，欺负种地的人是要遭雷劈的。臭老娘们儿，差点被你耽误了大事。这么高糖度的樱桃，要是没这连阴雨，在城里超市少说卖40块一斤。小伙子，这筐还有后面那几筐我全要了，现款现结。纯小丑啊，主播退网吧造谣狗。之前还觉得他打假挺正义的，没想到竟然是这种人，看着农民好欺负是吧？以举报不送。不是这样的。是什么？小姐，咱们现在怎么办？直播间刚才因为被大规模举报，已经被平台强制切断了，后台掉了快3万粉。闭嘴！我是瞎了吗？用你提醒。一个臭种地的穷学生，居然敢当着上万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他以为拿个破仪器测个糖度就能翻盘，做他的春秋大梦。小王，立刻把今天直播的录像导出来，把那个死胖子假装中毒被拆转的画面，还有凌晨拿折射仪测糖度的画面，全部给我删掉，1秒钟都不许留。全删了？那视频还剩啥？你猪脑子吗？就剪那个叫刘桂芬的泼妇骂街的画面，把她双手插腰，指着镜头破口大骂的特别给我放大，然后凌晨背诵法律条款那段，只节俭他说我们不需要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这句话，前因后果全部剪掉。好的，吴总。给整个视频加上最阴暗的灰白滤镜，背景音乐换成那种极其悲惨、受人欺负的音乐。标题就叫助农反被网暴，青柳村果农叫嚣卖3无樱桃，仗势欺人打假博主。剪完立刻花钱去买热搜，通知咱们公会里的所有水军账号全部去视频底下带节奏。哼，把青柳村樱桃有毒、坑骗消费者的词条给我顶上热搜。敢惹我，我要让你们青柳村的樱桃1斤都卖不出去，全部烂在泥里。叮咚，您有一笔订单已申请退款。叮咚，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理由：食品安全存疑。已经被退了3500单，退单率已经超过80%了。咱们之前在网上好不容易卖出去樱桃，全被退回来了。怎么会这样？白天在集市上，那个南方客商不是还夸咱们的樱桃好吗？太嚣张了，没证还敢卖吃的，穷山恶水出刁民。不仅是退单，快递那边刚才也给我打电话了，因为遭到大量网民恶意投诉，说我们的樱桃是问题食品。为了规避风险，物流公司已经无限期暂停了青柳村的生鲜揽收业务。完了，全完了！那些樱桃是俺们的命根子啊，好不容易保住了樱桃，为什么会这样啊？最多再过2天，树上的樱桃全得裂开烂掉，今年的化肥农药钱全打水漂了啊！都怪我这张破嘴！要不是我在集上骂了那个女人，她也不会剪这个视频报复咱们。俺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刘大妈，你干什么？凌晨，你放开俺，俺是个罪人啊！错的不是你，是那个为了流量连良心都不要的吸血鬼。村长、赵大爷、刘大妈，这是吴娇娇的阴谋，她就是要用这种卑鄙手段逼我们低头，逼我们去求她。她想踩着我们青柳村全村人的尊严，去换她那个自媒体账号的流量。但她打错了算盘。明天一早召开全村大会，就算天塌下来，我也绝不让青柳村的樱桃被这种烂人当成垫脚石，
大半年的心血呀！俺起早贪黑的施肥，把这些樱桃树当祖宗一样供着，就因为网上那个女人几句胡编乱造的瞎话，全完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昨天晚上县里的收购商连夜打电话，说咱们村现在名声臭了，网上全在骂咱们卖毒樱桃，他们一斤都不敢收，物流也不来车了。这满树的樱桃，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它们烂成泥吗？要我说，昨天在集市上咱们就不该那么冲动，人家好歹是大网红，几百万粉丝呢，咱们跟人家硬碰硬，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放屁！你还是不是老爷们儿？人家把骂咱们是黑心烂肺的泥腿子，你还要跪在地上给人磕头喊祖宗不成？刘大妈，我不是那意思，可现在樱桃卖不出去啊，大家的活路都没了，硬气能当饭吃啊？都给我闭嘴！吵吵什么？乡亲们，咱们斗不过人家的。我昨天夜里托城里的亲戚打听了，那个吴娇娇在网上势力大得很，她那个颠倒黑白的视频现在满天飞，想撤都撤不掉。我想了一宿，办法只剩下一个，大家伙凑凑钱，一家出个几百上千的，咱们凑个10万块钱出来。凑钱？凑钱干啥？我豁出这张老脸，亲自带人去城里找那个吴娇娇，咱们给她赔礼道歉。只要她肯在网上删掉视频，帮忙澄清咱们的樱桃没毒，哪怕受再大的委屈，我李德顺也认了。村长，凭什么？明明是他造谣，为什么咱们还要给他送钱赔罪？不磕头，你那几亩地的樱桃明天就得烂完。你下半年的农药钱拿什么还？你孙子的学费拿什么交？你以为我愿意跪吗？我是为了保住全村老少爷们的命脉。我不同意。凌晨，你个小年轻懂什么？昨天就是你把人家逼急了，现在你还要冲英雄，大家还要活命呢。我就是因为要让大家活命，才坚决反对这种无底线的低头。村长，我昨晚不是和您说了吗？您觉得咱们凑了10万块钱去求他，他就会放过咱们？您太天真了。我现在就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如果今天你们拿着钱去道歉，明天青柳村就会面临真正的灭顶之灾。第一，只要你们一低头赔钱，对方立刻就录像发到网上，到时候全网都会说，看，青柳村的果农心虚了，他们的樱桃果然有毒，这是封口费。你们以为送钱可以平息事端，但在百万网民眼里，这就是做贼心虚的铁证。第二，人的贪欲是无底洞，你们今天凑10万，他明天就敢要50万，到时候咱们不仅钱没了，樱桃照样卖不出去。青柳村以后世世代代都要背着毒樱桃村的骂名，永世不得翻身。那咋办？难不成真就只能在家等死吗？不，我们不仅不死，还要让他们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咱们的尊严更不是这帮吸血鬼的流量密码。吴娇娇绝对不会放过咱们这种现成的流量包。如果我没猜错，他今天一定会再来村里拍樱桃烂在地里的惨状，继续收割最后一波热度。大家听好，从现在开始，所有人该干嘛干嘛。等他来了，任何人都不许动粗，更不许低声下气的求他。所有谈判全部交给我。林晨说的对，俺们清清白白的，凭啥要给那种烂心肠的女人下跪？大不了一拍两散，俺听林大学生的。对，大不了这樱桃烂在树上当肥料，俺也绝不给他送1分钱。林晨，你就说怎么干吧，大爷这条老命今天交给你了，绝不妥协。哎呀，怎么这么齐啊？都在这儿开追悼会呢。哼，我这可是带着几百万粉丝的关心，
特意来体察民情的，怎么一个个苦着脸不欢迎我啊？欢迎你奶奶个腿！你个黑心烂肺的毒妇！昨天在集市上没被骂够，今天还敢一个人跑到俺们村委会来撒野，你信不信老娘今天撕了你的嘴？好啊，你动我一根手指试试。全网几百万人可都知道，我今天来了青柳村，我车上的高清行车记录仪可一直开着。我告诉你们，我今天要是带了一点伤走出这个村子，明天官方的通报就会挂满热搜，你们村的所有人就都得去局子里喝茶。想尝尝牢饭是什么滋味的，大可以动手。坐，看看你们这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子，真是可怜啊！我听说你们网店昨天很多退货单啊，连物流车都不肯进你们村了。哎呦，这可真是天大的报应啊！你造谣生事，掐头去尾，恶意剪辑，你这是把我们全村往死路上逼呀！老东西，话可不能乱说。我剪的视频哪一句不是越话？你们自己说不需要办证的，我只是履行一个打假监督博主的责任，替广大消费者把关而已。你们的樱桃卖不出去，那是你们本身质量有问题，关我什么事？行了，别一副要吃人的样子。我这人呢，向来心软，看在你们也是穷苦农民的份上，我今天大发慈悲，给你们指出一条明路。只要你们答应我2个条件，我不仅立刻删掉网上的视频，还可以用我这几百万的粉丝流量帮你们直播澄清误会，顺便帮你们把那些快要烂掉的樱桃全卖出去。什么条件？第一，我要你们全村最高品质的特级樱桃，记住，是特级，全部免费专供我的直播间，作为我送给粉丝的福利。物流运费你们自己掏腰包解决。免费？你上下嘴皮子一呸，就要俺们全村的好樱桃白送，那俺们大半年不就白忙活了？你这是明抢！别急，这只是第1个条件。第2，由于昨天你们在集市上当众辱骂我，对我个人的名誉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损伤，所以除了免费的樱桃，你们还必须额外支付我50万的精神损失费。50万？你想钱想疯了吗？你这个不要脸的毒妇，你这是敲诈，是勒索！随你们怎么说，反正条件我开在这儿了。50万，1分都不能少，特级樱桃1颗都不能差。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就让我的团队把机器全架到这大院门口，开24小时直播。我会让全网的粉丝看着你们的樱桃是怎么一颗颗烂在树上的。我要让你们所有人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吴娇娇，50万精神损失费，加上全村的特级樱桃免费专供。你的胃口确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大。既然你要谈条件，好，我是青柳村合作社的负责人，接下来的事我来跟你谈。林晨，你疯了吗？你跟这种吸血恶魔有什么好谈的？50万啊！俺们全村人砸锅卖铁也凑不出50万，你这是要把大家往火坑里推！林晨，这事儿不能服软啊！今天你要是答应了他，明天他就敢要全村的命。俺宁愿这樱桃全烂在后山，也绝不给他吃一口。哎呦，既然你们内部都没统一意见，那还有什么好谈的？看来你们是真不见棺材不掉泪。行，我现在就回车里拿设备，咱们直播间见，看看到底是你们的骨头硬，还是我几百万粉丝的键盘硬。站住！都给我闭嘴！今天谁都不许再说话，一切听林晨的。谁要是坏了事儿，就是青柳村的罪人。吴娇娇，这里是几百个几乎被你逼上绝路的果农，你就算胆子再大，也不想在这里激起群愤吧？你不是要全村的特级樱桃吗？走吧，去园子边上看看货，顺便把这50万的具体明细好好算清楚。算你是个明白人，跟一群没脑子的泥腿子确实讲不通道理。
祸就在这儿，漫山遍野都是。今年连云天，果农们为了保住这些樱桃，连命都快搭进去了。50万，你这是要把青柳村连根拔起啊！别跟我在这装可怜，我不吃这一套。凌晨，你昨天在集市上拿个破仪器测糖度，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会有今天？什么初级农产品免证，我不在乎，我只知道，因为你昨天的嚣张，我的直播间掉粉了，我的榜一大哥生气了。这50万是你们挽回青柳村名声的买命钱。买命？吴娇娇，咱们就事论事。就算你昨天在集市上觉得受了委屈，但这50万的金额也太离谱了吧？你知道这50万对我们果农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关我屁事。他们穷是因为他们没本事，活该在土里刨食。我几百万粉丝，随便接个广告都不止这个数了。哼，我今天亲自跑到这个破村子里来，要50万精神损失费，那还算是看得起你们了。你接广告赚钱，那是你的本事，但你这是在利用你的影响力迫害我们。你凭什么认为我们拿不出这笔钱，你就能把我们逼死？凭什么？就凭我是网红，手里握着滔天流量，在现在的互联网上，我说你们的樱桃有毒，它就是有毒；我说你们是刁民，你们就得是刁民。吴娇娇，这几天连云天村里的合作社根本没有现金流，50万实在太多了，我们就算砸锅卖铁，1天之内也根本凑不出来。你能不能高抬贵手，少要一点，或者宽限几天，等我们的化验结果出来。化验结果。凌晨啊凌晨，我还以为你是个多聪明的大学生，没想到你脑子也跟这帮泥腿子一样轴。都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在这儿跟我扯什么化验结果？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你难道以为所谓的真相真的比我的几百万粉丝更有吗？你什么意思？昨天在集市上，你那个助理明明就是装出来的，就算帽子叔叔介入，只要医院出具了他没有农药中毒的官方算验单，你凭什么还能理直气壮地找我们要50万？我凭什么？就凭我现在掌握着全网的话语权。既然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我不妨跟你交个底。是，我那个助理昨天确实是在演戏，他不仅没中毒，连肚子疼都是装出来的。那些恶心的死虫子也是我上集市之前亲手从垃圾堆里找出来，塞进樱桃里的。承认了又怎么样？你去网上喊啊，你看看谁会信你。凌晨，你给我听好了。我根本不在乎你们的樱桃是不是真的有毒，我也不管这连于天到底让你们损失了多少钱。我只要你们明白一件事，你们昨天让我在直播间丢了面子，这就是代价。你这是敲诈！你信不信我把这事儿捅给官方平台，封了你的账号？你去告啊！在官方平台封我之前，我绝对有能力在这24小时内发动我的几百万粉丝，将你们这满树的樱桃造谣成制招物，让你们村的樱桃一辈子都卖不出去。吴娇娇，你赢了，我投降。50万，我们给。特级樱桃，我们也给。早这么懂事不就好了？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转账吧。还有，叫你们村的那些刁民赶紧去后山给我摘最好的樱桃。现在转不了。昨天晚上退单潮一爆发，合作社的对公账户就被平台冻结了大部分资金，再加上这半个月的连阴天，大家手里根本没有现钱。50万，就算是挨家挨户去凑，去借高利贷，也需要时间。小子，你想拖延时间不成？吴姐，你别说笑了，我还有别的选择吗？你刚才也看到了，
大家的情绪都在失控的边缘，我需要时间去说服他们，需要时间去筹钱。如果逼得太紧，出了人命，对你的名声也没好处吧？好，我就大发慈悲，给你们1天的时间。明天中午12点，还是在这个大院，我要看到50万现金和装好箱的特级樱桃。如果明天中午我见不到我要的东西，后果你是知道的。各位乡亲们，慢慢筹钱哈，别舍不得棺材本，花钱消灾，懂不懂？明天中午我再来，希望你们到时候能学会怎么给人鞠躬道歉。你这个魔鬼！别拦我，俺今天非弄死他不可！大强，你不要命了？听安排。林晨，你真答应他了？那可是50万啊！咱们去哪儿弄50万啊？你这是要了全村的命啊！林晨，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今天这么糊涂啊？答应他？我怎么可能答应一个马上就要进去踩缝纫机的罪犯？随后我按下手机的播放键，将刚才对吴娇娇的录音全部放给乡亲们听。林晨，你录下来了，他亲口承认了自己造谣和敲诈了。有了这个，咱们是不是就能报警抓他了？如果只是报警抓他，那可太便宜他了。他用网络舆论把我们青柳村逼上了绝路，那么我们就以其之道还施彼身，我们要把他吃进去的黑流量变成全网疯抢咱们樱桃的活广告。正义必胜！12点到了，凌晨，少浪费我的时间。50万现金，还有装好箱的特级樱桃呢，给我抬出来吧。50万，1分没有。至于特级樱桃，你这种烂心肠的人，吃1颗我都嫌脏了青柳村的土地。你敢耍我？昨天你还在我面前装孙子，求我宽限时间，今天居然敢跟我玩这一套！你们青柳村是不是真的活腻了？我昨天如果不装出一副被你逼入绝境的样子，你怎么会那么痛快地露出你敲诈勒索的丑恶嘴脸呢？吴娇娇，你的美梦做到头了，今天就是你为你的恶毒付出代价的时候。好，好得很。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们这帮泥腿子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开机，马上给我连上直播间，现在就开播。是，小姐。家人们，我是娇娇，我们今天又来到了青柳村这个无法无天的魔窟。我本来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想来给他们最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甚至想帮他们这些可怜的果农把剩下的樱桃卖出去。可是你们知道他们刚才说了什么吗？他们不仅拒绝官方的食品安全检查，甚至还要动手打人。家人们，这种黑心恶霸种出来的毒樱桃，你们敢吃吗？我今天就是拼了命，也要把这种不良商家彻底曝光到底。支持娇娇，坚决曝光这些黑心果农。呀，这种地方种出来的樱桃，那我贴钱给我都不要，真的是造孽哦！赵大爷、刘大妈，上台！来了。全网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青柳村返乡大学生林晨。吴娇娇不是口口声声说我们青柳村卖的是有虫子的毒樱桃吗？不是说我们坑害消费者吗？今天我们不吵架，只理性辩论，正好当着全网家人们的面，把我们青柳村的樱桃彻底的验个明白。验就验，
你以为搬张破桌子出来就能吓唬住我吗？我今天就让全网看看你们这帮刁民的丑恶嘴脸。家人们，这就是我昨天从他们的所谓好樱桃。昨晚我拿回酒店一撕开，里面密密麻麻全都是黑虫子。太恶心了，严查！凌晨，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今天要是验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就让官方直接封了你们整个村子！你放屁！那虫子明明是你自己塞进去的！你这烂了心肝的女人，老天爷怎么不降道雷劈死你！跟这种人废话什么？用事实把他的脸打烂！赵大爷，上道具。好嘞。你要干什么？想现场做饭啊？农业科普常识第1条，判断内部是否有原釉伤最简单权威的方法，就是高浓度盐水浸泡。赵大爷，拿咱自家的樱桃来。吴娇娇，把你那一袋子所谓物证倒进右边的盆里。倒就倒，难道盐水还能把有毒的洗成没毒的？全网的观众看清楚了，果蝇是樱桃等甜味水果常见的伴生虫害。专家早就科普过，果蝇幼虫。果蝇是高蛋白，本身对人体无害，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生物学特性。当果蝇幼虫遇到盐水时，由于盐水的渗透压极高，幼虫会感到窒息。为了活命，它们会疯狂挣扎，拼命从果肉里钻出来，最后全部漂浮在水面上。时间到。这不可能！不可能！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真正的古蝇幼雏是白色透明的小蠕虫，泡在盐水里绝对会剧烈挣扎浮出水面，而你盆底沉着的那些是发黑死透的苍蝇成雏。只有死物才会沉底。你为了抹黑我们青柳村，为了你那肮脏恶臭的流量，居然去垃圾堆里找来这些早就死透的苍蝇尸体，亲手塞进樱桃里来陷害果农。吴娇娇，你不仅是个法盲，你连最基本的生物常识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诈骗犯。亏我们刚才还心疼你，原来我们差点就冤枉了这群老实农民。吴娇娇，你真让我感到恶心，必须全网封杀。不是这样的，他在水里动了手脚。对，他刚才在那包盐里下药了。关掉，把手机给我关掉，不许播了。现在想下播，晚了。关掉，我让你马上关掉。吴娇娇，刚才你不是还叫嚣着要全网曝光我们吗？怎么，100万粉丝看着呢，这就心虚了？给我退回来！队长！是我那个助理肚子疼是装出来的，就连那些死虫子也是我自己塞进去的。不，那是伪造的，那是 AI 合成的。合成的，你可以让帽子叔叔去查验原文件里的数字指纹。吴娇娇，你仗着自己有几百万粉丝，就以为可以只手遮天，妄图摧毁我们村几百口人的生计，吸他们的血来换你的流量和钞票。今天我就用你最引以为傲的互联网，用这铁证如山录音，把你这张虚伪的人皮彻底扒下来。丧尽天良啊！老夫差点成了网暴农民的帮凶，必须立刻报警，把他送进监狱，判他个10年8年。全网抵制吴娇娇！全网抵制吴娇娇！别播了，求求你别播了，我不要钱和樱桃了，我马上发视频给你们澄清。林晨，林爷爷，你放过我吧，再播下去我就全完了。现在求饶，晚了，你那几百万的吸血账号保不住了。该账号因涉嫌严重违法违规，已被永久封禁。
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是平台出 bug 了，系统故障。您的账号已被官方永久封禁，该设备已被官方列入黑名单，禁止登录。完了，我的300万粉丝，我的摇钱树啊！是你搞的鬼对不对？你用了什么黑客手段黑了我的号？我要告你，我要让你赔得倾家荡产！黑客手段，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你的账号被封，都是你咎由自取。对于你这种利用网络霸权吃人血馒头的劣迹网红，不缠杀你，难道留着你过年吗？说得好，你个不要脸的毒蛇，你不是狂吗？你不是说你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俺们全村饿死吗？你这叫恶有恶报，老天爷开眼，终于收了你这个祸害。该让你欺负俺们老实人，让你拿死苍蝇来糟蹋俺们的樱桃，你这种人就该下18层地狱，把牢底坐穿。闭嘴！你们这些穷要饭的刁民都给我闭嘴！我没输，我还有工会，我还有一大哥，他们会拿钱帮我把账号解封的。熊哥，你快帮帮我！平台出 bug 把我的号封了，你快动用你的关系帮我找找官方。我帮你个得！吴娇娇，老子现在成了整个圈子里的笑话，群里全在发老子给你刷礼物的截图当乐子看。不，熊哥，你听我解释，那是他们合成的视频。解释你大爷！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老子警告你，你今天要么把老子刷的180万一分不少的退回来，要么老子明天就带人去你那个破传媒公司堵门，老子让你在整个行业里混不下去。吴娇娇，我是星菜美妆的公关总监，你对我司品牌形象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500万的违约金，律师函下午就会送到你的手里，咱们法庭上见。小吴啊，我是你工会的老板，工会现在正式发声明跟你切割，你之前预支的坑位费连本带息赶紧吐出来，别怪哥心狠，是你自己作死。不能解约，我没钱赔，我没钱啊！请反催债起诉。流量能把你捧上天，也能把你摔进18层地狱。你以为你用几个虚假的镜头，几句恶毒的谎言，就能随意践踏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尊严，就能砸烂他们靠天吃饭的饭碗？现在资本抛弃了你，而且法律也不会放过你。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足够你在冰冷的铁窗里好好反省一下你这烂透了的良心。不，我的账号，我的钱，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林晨，那个恶毒女人是逃了，可咱们这满树的樱桃，还有堆在合作社里的那些退单果子，该咋办啊？赵大爷，您放心，打烂一个吸血鬼只是第一步。乡亲们，真正的硬仗现在才开始。走，大家全都跟我去后山的樱桃园，我让全网看看咱们青柳村真正的底气。是。开播。10万、30万、50万、80万、100万！哦，我就说怎么这么巧呢？搞垮了一个300万粉丝的大网红，转头自己就跑到果园里开播卖货。就是，这林晨心机太深了吧？我看这根本就是剧本，全都是为了骗流量卖你们那破烂樱桃的戏码，想赚老娘的钱，做梦去吧！俺们怎么就成卖惨了？俺们清清白种地，被冤枉了还不能说话了吗？这网上的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当啊？刘大妈别伤心，对付这些网络恶犬，眼泪是最廉价的东西。刚才弹幕里说我们在演剧本，说我们在卖惨骗钱。睁开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是剧本吗？连日闷热，
青柳村几百户果山大半年的心血，有1/3直接裂在了树上，烂在了地里，这就是实打实的天灾。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们骗流量卖劣质货，好，我现在就明明白白的告诉在场的100万观众，我们开直播不是为了向你们乞讨，而是在进行一场堂堂正正的自救。如果你们中有谁觉得我们站在这里澄清真相是演戏，那请你立刻离开这个直播间。青柳村的樱桃，不卖给不尊重农民心血的白眼狼。骂得好，谁再敢说这是剧本，老子顺着网线过去撕了他的嘴！主播，赶紧上链接，我要给我公司换100斤1箱。全体乡亲们准备上链接，开闸！上了，乡亲们，链接上了！这就是互联网的真面目，大家都是看热闹的，谁会真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去买你们这些泥腿子的货？剧本演砸了吧？傻眼了吧？怎么会这样？难道网上的好心人都是骗俺们的吗？喷子们，闭上你们的臭嘴，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那不是没人买，而是同一时间涌入平台的支付数据太过恐怖，把平台的服务器给硬生生挤瘫痪了。凌晨动了，数据动了，5秒钟，只用了5秒钟，2万单没了，10秒钟，4万单没了。哎呀，我刚才手慢了1秒，特级果的链接也就灰了。主播，你们不是还有那些裂开的刺果吗？全部给我挂上来，我买回去熬樱桃狗酱。上架刺果，支持主播。不能卖，裂开的果子绝对不能卖。家人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憋着一团火，想用这种方式来补偿青柳村，但是青柳村的果农有青柳村的底线，裂开的果子就是次品，次品在运输过程中极容易腐烂变质，我们绝对不会利用你们的同情心，把这种残次品卖给你们。我们是正经老实的果农，不是收割韭菜的网红。那些裂果，我们已经联系了果汁加工厂，绝不会流入生鲜市场。太硬气了，这才是咱们老百姓的脊梁骨。哎呀，林老弟，误会，昨天那都是天大的误会啊！我们也是被那个女网红的造谣给蒙蔽了。我们刚才看到你直播了，你们青柳村太不容易了。林总，你放心，我马上调集20辆冷链重卡，亲自带队去你们村口拉货，运费给你们打8折。8折？王经理，昨天你可是在电话里跟我说，青柳村的烂摊子你们不接，怕沾上了砸你们物流的招牌。怎么，现在看到我们直播间爆单了，看到我们青柳村有滔天的流量了，你又像闻到腥味的猎犬一样跑回来抢业务了？我告诉你，晚了，青柳村的樱桃1斤都不会交给你们这种见利忘义的公司运。刚才我已经接到了九州助农专线冷链的电话，人家的重型车队已经在路上了。至于你，带着你的冷链车，滚去给那个造谣的西鬼运垃圾吧。这种墙头草就该让他倒闭。凌晨这波操作简直爽翻天！凌晨5万单全卖完了，连带着明天预售的1万单也被抢光了，我们彻底爆单了。老天爷呀，俺们的命根子保住了，青柳村有救了！卖光了，全卖光了，让那个烂了心肝的吴娇娇见鬼去吧！俺们青柳村赢了！全网的观众们，刚刚接到的最新官方通报，已被封号的网红吴娇娇
因涉嫌寻衅滋事等罪名，现已被官方依法刑事拘留，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制裁。青柳村的樱桃不仅没有烂在泥里，反而打响了全国的知名度，迎来了属于我们的浴火重生。凌晨了，对，谢谢钱老板。都给我停下！谁让你们把这些樱桃装箱的？这些特级果全都是老子的，谁敢动一下，老子今天就让它好看！钱胖子，你个卑鄙小人，还敢来俺们青柳村！老子怎么不敢来？老东西，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半个月前咱们签的收购合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你们这特级樱桃全部以每块斤2000的底价包给我，现在这5万单的货全是老子的。放你的狗臭屁！前天夜里是你自己打电话说不要了，是你自己说俺们的樱桃全是烂果子。现在看到俺们的樱桃卖上好价钱了，你又拿着张废纸跑来明抢，你还要不要脸了？前天是前天，今天是今天。少废话，老子只认合同。今天你们要么按2块钱一斤把货给老子装上车，要么就按合同上的违约条款赔老子双倍违约金。钱老板，我看你们谁敢动！只认合同是吧？钱老板，睁大眼睛看清楚屏幕上的电子徽州，前晚是你自己单方面主动终止协议的。当你按下那个拒收按钮，并且在系统内生成违约记录的那一秒起，你手里那份纸质协议就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张废纸。当时你为了撇清关系，跑得比狗都快，现在看到我们的樱桃爆单了，你又想拿着一张毫无效力的废纸来抢乡亲们的血害钱。我告诉你，只要我林晨站在这里一天，青柳村的任何一颗樱桃，你这种毫无底线的无赖，连皮都别想碰一下。少跟老子讲什么系统不系统，在这方圆几十里，老子说合同有效就是有效。来，还愣着干什么？这帮泥腿子不敢动手的，都给我抢！把果筐全给老子搬上车，谁敢拦着，老子第一个收拾他！想抢俺们的樱桃，先从俺们身上踏过去！我们是九州驻农专线冷链车队，奉林总的命来青柳村接收5万单特级樱桃，是谁在这里寻衅滋事，阻挠我们装车？钱老板，你要是敢动一下地上的果筐，我手里的高清录像就是你犯罪的罪证。这20辆冷链重卡的兄弟也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正当防卫。误会，都是误会。还不快带着你的垃圾从这里滚出去！再不滚，我就直接把视频发给帽子叔叔，告你们寻衅滋事和滋事。走，快走！乡亲们，真正的援军到了，是时候让全网家人们尝尝咱们青柳村最甜的樱桃了。装车发货！